好，来看看今天小狼是给大伙带来赤色要塞啊，也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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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赤色要塞1插版啊。我们这个解说过很多的这个版本啊，比如说什么2015版，这个1插版呢，这个版本呢，就是跟这个原版啊，它就不一样了啊。兄弟们跟大家伙讲啊，就是说这个游戏呢，原版呢是我们觉得这个游戏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就我狼小的时候玩这个游戏。也都是可以一币通关啊，现在不一定了，因为现在反应速度慢了。所谓的一币通关是什么意思呢？跟大伙讲，一币啊，就是说这个你看有还带奖命的，反正总体来讲啊，这个游戏确实没想象中那么难。但是改版，尤其是上一次做的这个赤色要塞，赤色要塞的终极改版啊，就是那个在原版的基础上的这个改版，就是把这个 BOSS 变得特别肉，特别难。那个版本呢，大家伙也看到了，确实很难。而这个版本呢，它就是把地图啊就都改掉了，相当于地图扩展了，看不看见？啊，一条道还走到死。虽然说也谈不上什么迷宫什么的，但是确实是你看，你得这么走。这个所谓的1插版啊，之前我解说那个2015的时候，大家伙也知道啊。反正呢，咱们就看这个版本改难了之后呢，很多人啊可能不太会玩。我要跟大家伙讲啊，这 BOSS 呢，倒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加强，因为之前我解说的那个版啊，就是基于原版的那个上回那个版呢，它呢这个比如说这个坦克要打4下才能死掉，对吧？有的那个最后一关 BOSS 那个市政府要打20多下啊，你想想啊，多变态啊，对不对？好，我们看看这第一关的地图得有多远？这是第一关的地图，还没有到也就是没有到这个关卡。第一关的关底啊，好，但这里面呢，咱们直接就有刚开始上来的没有。很多人说为什么不救人质啊？咱们又不摊分啊，因为这个原版赤色要塞呢是有无限摊分的地方，但是那个大家伙讲啊，无限摊分这个地方呢，由于它有那个地方，所以说很多人都不愿意玩摊分。这游戏确实有分数系统，但是呢，所以说它有一个 bug 啊。但是你可以说，那你不用这个 bug 呗？但是呢，又保不齐你在打 BOSS 的时候，那你打得慢一点，我就多摊一点，那也，所以说就没有人玩。加上这个游戏呢，毕竟还是一个 FC 游戏啊，所以说也就没那么多大争议。而这个2015版呢，咱们也不考虑什么摊分的，就是速通。直接比如说像这个炸花啊，不用吃人质啊，直接吃一个星就可以。星分为很多种啊。有加人星，有直接变成炸花的星，还有把当前屏幕上的这个怪全都炸死的星。好，这个呢，我个人感觉是没有第一关的关卡难，不是没有这个上一次我做那个改版难。上一次我做那个改版呢，虽然说地图上没有任何的改版啊，没有任何的改版，但是呢，它的坦克非常肉，而且呢数量非常多，它放出了大概得有15、16个啊坦克，而且你要打4下才能打死啊，这个就。他这个打3下就死，那个要打4下的啊，这个要说清楚。好了，这就来到第2关了啊。这个游戏小的时候，反正呢是非常喜欢玩，也喜欢救人质，它能让人找到那种归属的感觉。就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孤胆的这个，对吧？一个孤胆的这么一个一个军人，我们驾驶的冲锋车，然后呢去救这个人质，然后同时呢打败这个反派。啊，对吧？这个冲入敌方阵地，啊，甭管是什么现代的这个军事，还是说啊野战，还是说那个最后打到敌方老巢，攻击敌方超级坦克。小的时候，我小狼跟这个狼爸啊2个人就爱玩这个游戏，但是呢，小的时候狼爸非常菜啊，就是经常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莫名其妙就死了。然后他那个死命了之后呢，没有命了之后管我借人啊，我就非常讨厌啊，感觉非常的难受。到后来呢，我自己能通关，跟他一起呢，我俩就得就是，比如说正常是打到第3关，或者第4关都死了，都没了。然后呢，再从那关接，可以接嘛啊？接的话就直接从第3关或者从第4关开始打，然后还是那么多命，那是这么个玩法啊，非常狠。好，这个地方挤着可以出去。这里面呢，一定不要小看咱们这个机枪的子弹啊！这个炸花固然猛，但是有些坦克，比如说像第1关的那个 BOSS， 你就只能用炸花来打啊，只能用，不要说错了啊，只能用那个炸弹来打。你用炸花不好意思，那个打出那个炸的那个花呢，对它是没有伤害的。
包括啊，咱们说的那个，对吧？就是你像那个什么，你像那个有几个特殊的 BOSS， 但是呢，大多数的小兵和 BOSS 呢，你拿那个机枪噔噔噔噔噔噔，它也会有伤害，而且这个伤害呢还不低，因为它射速快嘛，你懂吧？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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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看看，一顿炸。哎，这个炸花的距离还是蛮远的啊！一个4瓣炸花，它的距离相当于，我感觉它的距离已经相当于屏幕的这个1/4的大小了，真的啊！它算那个4个方格，左上右上左下右下，它这一个炸花，你看它的波及范围啊，相当于这个2/5或者是1/4。哎呦哎呦，这个子弹好的，哎，它特意有点让你讨厌。好，可以看到啊，这个它吐的这个炮弹呢，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而之前我们说的那个改版啊，就非常恶心了。但这个地形给你设的挺恶心，这个版本你看。地形给你设的非常恶心，所以说你这一顿炸，其实打这个并没有多难啊。你们还记得上一个视频的那个坦克，就是一顿突突啊，打这个头像啊，打这个头像你就点10发炮弹啊，10多发炮弹才能把这一个头像给炸掉，你想想这有多难吧啊？好，来看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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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第3关哎，赤色要塞的音乐啊，真的非常好听的，我特别喜欢赤色要塞绿色兵团，对吧？忍者龙剑传，还有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赤影战士，这都是几大这个非常牛逼的这个 BGM。双截龙啊，双截龙2最经典。当然呢，咱就不说超级玛丽啊，什么魂斗罗这些东西了啊，这就更是了啊，这就好。咱们这个上次的那个视频呢，也是这个沙粒啊给大家伙带来的，但这个沙粒的上一次的视频呢，它通关的记录呢是慢了10好几秒钟，那有一个人打的比他快了10多秒。那下一期的赤色要塞的视频呢，是可以给大家伙带来的啊，可以给大伙奉献一下的啊。这个地方躲啊，很多人可能说不会躲，主要是最难的是不要走太快，你走快了哈，就前面莫名其妙啊出现一个什么小兵啊，哎，像这种散弹枪啊，一个坦克车呀什么的啊，这一点是最讨厌的，莫名其妙出来一个，你瞬间就被打不会了。好，你看这个炸花真过瘾。只要把这个地图备好了，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这里面其实除了有这些怪物之外啊，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还有那种直升飞机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那个直升飞机呢，还有一个版本是赤色要塞之直升飞机版，咱们可以操作直升飞机啊，可以操作直升飞机，然后来打这个游戏。好像那个直升飞机呢，这个移动速度可能稍微快一点吧。还是无视地形什么的，我忘记了。总之用那个直升飞机啊，还挺厉害的啊。好，音乐这种东西吧，我个人觉得没法说。很多人说啊，这个艺术啊，我觉得是不分大小的，对吧？音乐这种东西，很多人说啊，这个好听，那个好听，这个绝对比那个好听。但是每个人欣赏的东西都不一样啊，所以说艺术呢是。就好比解说，很多人说小狼解说好还是其他解说好啊，都好啊。但是你喜欢我狼，那就是我狼好；你喜欢别人啊，你觉得我狼面一点，那就是那个人好，我不好，是吧？很正常。但是你像打拳皇97，对吧？这个人谁也打不过他，那他就是厉害，那就是他好
啊，对吧？那他就玩得好，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在艺术方面的事儿啊，咱们也当然很多人说，那现在可以看豆瓣啊，可以看那个评分啊，可以看他赚多少钱呐、这个人开演唱会之后卖出多少票啊。当然也不能这么说啊，我个人感觉艺术啊是不分大小的啊。好，这个地方前面给了一个水，加了个缸，有难点啊，但是一定要忍。这个我就感觉了啊，这么一整的话，其实并没有多难。它这个版本呢，它就是在地图上给你加难了，只有在地图上给你加难了。而这个 BOSS 们血量没有加强，谁如果是要做这个1插版，再把之前的那个版的那个这个 BOSS 加强版，把那个 BOSS 的血量还有那个刷怪的这个 AI， 甚至可以刷直升机来打你的那种如果把这个加强进去，满屏幕怪，哇，那这个真的是一命很有难度的，对不对？豆瓣评分也没法说，这个东西喜欢的人，他就是永远都是觉得自己喜欢的东西是最好的。你别跟我说什么主流啊，大伙都觉得这个好，那你是你，我是我嘛，对吧当然，你像体育竞技项目，像这种东西，它就有输赢。比如说你玩的，你觉得你的玩家玩的厉害，他除非是不跟别人打，他打了一个不小心输了，那他最起码在输的那一刻，他是没有那个对面人厉害的，对吧？咱说这个意思啊。好，这里面也有个特殊的关啊，特殊的怪，就是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地图上会出现那种就是防御的装置，有点像那种扩建地雷，它可以放那个导弹啊，还是热导追踪的。你好比很多人喜欢恐怖电影，恐怖电影呢，一般来讲啊，在这个豆瓣里的评分啊都是偏低的，很多人不愿意看恐怖片儿，但是呢你看了呢，很多人那你不看，那你也不评啊，没法说。恐怖片啊，也有几个恐怖片，如果恐怖片到了7分以上，甚至到了8分以上，那都是已经大神级别的恐怖片了，对吧？很少有恐怖片能上9分以上的，而很多的剧情片、文艺片上分很简单它上分很简单。还有一些商业片呢，由于粉丝太多，加上确实拍的也不错，所以说呢分数就很高。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商业片都好，我喜欢你漫威，我觉得你复联复联3、复联4都好，但是呢你的有的这个就不愿意看。当然也有一些那个对吧，有一些粉丝他就是喜欢看自己的喜欢的角色嘛，喜欢的多，但是呢看评分和看销量和看这些还不足以说吧这玩意儿就是1000个人当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的好，这个你看这个走法感觉有点像迷宫一样你不会走感觉真的是不会你看他为什么不直接出去？因为他出不去，对吧？直接炸掉。当，这就是野战这都是那个，对吧？山川丘陵地形是吧？反正呢，大伙儿能理解就好。音乐还有就是音乐这种东西呢，更能说明一切对吧？有人喜欢古典高雅一点的钢琴曲对吧？有人喜欢流行的，我就喜欢那个老婆最大呀，老公第二他就喜欢这种口水歌。我喜欢小苹果，我喜欢这个。有人喜欢对吧？就是喜欢韩国女团有人喜欢四大天王有人喜欢昆曲。这玩意儿这没法说好，我们看看现在。但是你要说人气最高的，那肯定是有第一的因为那个，那你比如说你像豆瓣或者说是坊间流传，就是看卖票，是吧？你好比现在的这种搞笑的艺术形式当中，目前最火的是啥？那肯定是这个对吧？这个郭德纲那个相声的这个德云社，当然也不仅德云社一家。但是很多人说那话剧呢？话剧也有专门的话剧，有歌剧，有话剧。话剧呢也有专门的那种演剧情的、演搞笑的，像开心麻花。但是呢整体来讲呢，效益还有名气呢，可能就不如这个这个相声。但是你能说相声的艺术形式特别受人喜欢吗？可能有人就不喜欢好，咱们这里不引战咱们就是看这个游戏剧情。这一条道怎么样？我感觉做这个游戏的人才真正把游戏的灵魂改出来了。像想当年这个做这个超级玛丽2代的，其实就是换了个地图，玩法呢基本上是95%都没变，
就是换了个地图。而这个也是一样，咱们民间的大神把这个游戏改了个地图，对吧？这个呢是最基本的了。你看他把地图改成这样呢，就有点难。这个哥们的射速还很快。好了，但是咱们有花，可以用炸花清出一条路来，之后就好打了。如果说你没有花的话，你用那个手榴弹，那就有点难受了，对不对？好，一顿蹭，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再来。咱们就说这个意思啊，咱就说这个意思。你看那个谁，你看那个贾玲在喜剧人舞台上籍籍无名，对吧？啊，感觉虽然说也获得过冠军，但是大伙都懂的，这种喜剧舞台它是不，对吧？社团不能让一家独大嘛，对不对？这个沈凌这大碗娱乐呢，说白了啊，他前比不过德云社，后比不过这个啊，这个叫开心麻花了。是不是本山快乐营他也比不过呀，对吧？这三个他都比不过，但是呢，人家整了一首这个李焕英，你别管怎么地啊，首先呢，他这个票房就说明一切，这就是对吧？10年磨一剑。想当年他参加那个喜剧人的时候，一个小品，再加上他一直的执念，想给自己的母亲，对吧？啊，整一首电影，那怎么说啊？虽然说对吧，成功或者说是成就啊，不能光看这个什么票房或者赚多少钱，但是呢，也确实是很厉害啊。好，我们看看这一关是最简单的啊，我感觉这关呢像他这个玩法也是比较实惠啊。你比如说咱们之前可以把这两个炮筒先清了，这是没毛病的，但你也可以不清的啊。玩这个游戏如果要是正版原版的话，你可以直接把4个车库炸了，然后直接把门炸了就行。车库不炸的那个门炸不了啊，那门是有无敌保护的。相当于有个铁幕一样啊，炒冷饭也一样啊，对吧？你炒冷饭，有的人对吧？有的人想炒冷饭，想炒这个周星驰的冷饭啊，对吧？他就没炒好啊。最近不有一个叫什么武状元苏乞儿的那个，类似于像他的翻拍一样啊，好像是他的翻拍吧啊，对吧？包括那个什么王晶，有的时候还想碰瓷儿，想要那个碰这个，对吧？以前他蹭他以前的那个名气。蹭他自己的名气都蹭不明白，对吧？也没招，徐克也没整好，对吧？啊，这个都不好整。还有就是咱们说那个拍《大话西游》的那个就是《大话西游》里面演菩提老祖的那个人啊，最开始他也拍《东成西就》也不错呀，啊，但是呢，现在你让他拍片，他也拍不出什么好片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市场变了，人也变了，但是反而你拍不出以前的那种味儿了，对吧？现在呢，这个可能明星太贵了。或者说是真功夫已经没有了啊，无论是功夫片还是以前的那个，或者说是江郎才尽了啊。现在的这些搞笑桥段啊，实在是让这些电影已经拍没了。包括现在做游戏也是，现在出一个新的游戏形式太难了。像之前咱们出那个 MOBA 类游戏，比如说像那个英雄联盟王者荣耀啊，这个把这个游戏开发到极致了，现在掌机可以玩了。再有什么呢？啊，马上就来了一个吃鸡啊，还有那个卡牌游戏。对吧？所有人都模仿这个卡牌游戏，像有点像英雄联盟里的那个什么云顶之弈，还不是什么了。然后王者荣耀里面也有一个专门玩的这种类似于像下麻将那种感觉啊，卡牌类游戏啊。之前还有那个炉石传说也是个形式。我估计以后再出什么形式，你像现在，我记得以前我解说那个隐形守护者，对吧？视频类互动游戏，相当于看了个电影，但是你的选择呢，咱们看这个直升机很难啊，这个直升机，你的选择可以影响到这个游戏的剧情。有触发多结局、隐藏结局等等，以后这也是一个剧情方面的趋势，但是它偏电影了一点。再有呢，就是 VR 游戏，咱们实体虚拟的这个实景啊，对吧？等等。当然呢，咱们已经到了这个环节了啊，这个地图非常的远，感觉咱们的这个小绿色的越野车啊，就是在这个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对吧？好，你看这个飞翔的导弹，有一定的这个热岛跟踪的感觉。咱们要把这个景打掉啊，要不然太讨厌了。底特律变人，对，那个底特律变人也是互动视频类游戏。但是底特律变人它是真的是一个游戏，而这个
隐形守护者啊，它偏电影了一点，因为它毕竟都是真人拍摄的啊，它毕竟是真人拍摄的啊，不太一样。审判者，对审判者啊，这个文哥啊还赞助了一手，文哥赞助了一手前5张啊，已经把红包发到我这个兜里了，到时候我去看一看啊。好，走的路线啊，基本上都是不用想啊。他这个不是说最优路线，有的路线可能是死胡同了啊。我今天确实不太舒服，等我上那个 Steam 平台买一手啊，买一手的话，我们好好的啊，我们好好的说一下。其实我的智商啊肯定是不高，但是绝对不低。好的，可以看到这全是骷髅。正常看见这个骷髅的时候，咱们都是但是这个最后一关啊，这个时间非常的长。它为啥长呢？因为地图就是远。哎呦！有难点啊！你看现在这个直升机越来越多了，这个直升机很讨厌。还有就是那个井能放出跟踪导弹，好恶心的啊！还得靠这个炸花，兄弟们，这个炸花真太赖了，厉害！好，你看啊，这个奖命讲的也多啊，随随便便就能奖命。这个 P44是什么意思啊？总感觉好像是44条命的意思。只要他听的一个声音，就是有加命了，你懂的。不是，我怎么变成明示了？哎，我刚说完之后，文哥直接给我发红包了，我操！这个我感觉我这泰森的弟弟叫泰狗啊，有点像明示隐一样啊。这感觉好像就是生管文哥要钱，我真是我这么玩，大家伙儿对吧？我这么玩，文哥不会生气吧？我玩了这个游戏，然后还对吧？还是文哥赞助，但是我玩完之后觉得不好玩又不玩了，文哥不会揍我吧？好可怕，文哥不像我，对吧？我今天真的是很难受，我感觉我有点发低烧，兄弟们，我有点发低烧。好，不至于。噔，好。我觉得一个电影好的编剧、好的导演、好的演员，就像那个《夏洛特烦恼》，我看过很多人演的版本，不光是沈腾。还有乌龙山伯爵，每一个人演的都非常好，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编导能力非常好。只要换上一个演员，这个演员哪怕他没有名气，只要他是一个合格的演员，那就行啊，他就基本上能把这个戏演好，一样看的会很搞笑。换上沈腾呢，确实也是画龙点睛，因为沈腾这个人不光名气大啊，这是次要的，主要是他往那一站你就想笑，对吧？哎，这点也是很重要的啊。好，小心身后的导弹啊！这身后这导弹非常的厉害。编剧重要。好的，是不是叫哎，市政府，但是不要怕这个市政府啊，这个版本的血量非常少，炸几下就死了。好，11、12、13、14、15。我操，这个刷这个小怪刷的太频繁了，兄弟们啊！感觉这个血量好像确实比原版多了呢，兄弟们。好，一顿炸，嘣！超级坦克，这个 BOSS 加强了，兄弟们，这 BOSS 绝对加强了，这2个炮筒了，兄弟们。他一个大炮筒就发射火焰喷射就不说了，而且攻速变快了，看不看见？攻速变快了，而且还变肉了。对不起，我大意了。这关虽然说我个人感觉还
还是挺难的啊。它虽然说没有之前那个版本难，但是它这个改版的方向不一样。第一，它也非常肉；第二呢，它2个炮筒，而且也刷直升机。但是缺点是不像那个，对吧？不像那关那个带的是那个市政府非常难。市政府的时候就这个坦克不难了，市政府的加的非常肉，而且呢刷坦克是无限刷，而且还会刷直升机。现在这个 BOSS 已经红了，好，直接爆炸，用了25分钟20秒就通关了啊！来自于我们的沙粒啊，赤色要塞一叉2015版。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如果大伙喜欢我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我们就下期再见吧。